我该如何在本地区推图文广告行业协会价格联盟？价格联盟推到今天已经有不少地方在推，有几个城市也基本在临门一脚上了，就差最后一点点就可以了。我们推到今天非常不容易，特别是很多第一批推的人，在自己所在的地区推得非常不容易，一开始都不被理解，感觉自己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。但是慢慢的坚持下来，1-2个月后，不少的人开始加入我们，开始一起帮忙推，那个时候才会看到曙光。很多时候地区负责人没有我那么大的信心，也没有那么自信可以把这个推下去，所以他们总是不断的在煎熬，真的非常不容易。我非常感谢他们为自己所在行业所做的努力。我希望看到有人在自己所在区域推价格联盟的时候，同仁们能少一点冷嘲热讽，能少一点针锋相对。特别是第一位负责人，那是一个孤独的战士，为的不仅仅是自己，是整个行业。如果你能不吝啬支持，不是支持别人，而是给自己和行业一个机会，一个可能让自己轻松生活、有尊严生活的机会。海口市和娄底市还有遵义市应该也会在最近开始扫街了。如果有当地朋友愿意一起的话，可以联系当地负责人。没有别的，只不过希望这个行业好一点。现在推的比较快的就是长沙市、贵阳市、毕节市、安顺市，这些地方都推的比较快了，其他地方也要快点了，特别是那些还没有开始的地区。虽然安顺市比较快，但是有一些东西确实让我不是很放心，有些东西和开始的设置很不一样，我觉得有些东西会越走越偏，走到最后面目全非。一开始价格联盟在安顺市推的时候就很怪异，他们开始就有了会长，这一点我不太明白，为什么他们一开始就选定了会长，在扫街之前就选出会长，这是为什么？我到今天也没有搞明白这是谁提出来的，但是确实让我很诧异。长沙市也没有在开始推之前就选定了会长，而是聚集了100多家之后才选出了他们大学城的会长，这个基本囊括了大学城80%的店面。贵阳和毕节到今天也没有选什么会长，因为不能，毕节还欠缺程序和规章制度，而贵阳市虽然有了规章和制度，但是没有足够具有代表性的人，所以每个人在推的时候都是以一个负责人的身份，而不是什么会长之类。毕节市今天已经大部分挂上了价格牌，但是依旧没有去急急忙忙地选择会长，为何？因为对于那些彼此不熟悉的人来说，逼着他们选举一个会长，是对整个选举的不负责，也是对会长本身的不负责。所有的会员在不熟悉的情况下的选举，最后会成为一场闹剧。所以我真的很难想明白，为什么独独在安顺就一开始就选了一个会长？20多个人有什么代表性吗？有应有的程序吗？对于其他没有到场的100多人公平吗？如果对于会长这个选举来说还可以接受，毕竟有些地方推动的方式可以不一样。但是前几天安顺市在开了一个会议之后，以会场和聚餐的名义收了6个人1家1000元，这是我一直担心的问题，也是我一直反复强调的问题，就是我们这个价格联盟不收取任何会费，不收任何的钱，产生的必要性费用由大家 AA 平摊，就是本身交钱，而不是以一个名义收钱。邹博文跟我解释说，只是这6个积极的人交钱，其他人不交钱，由他们承担这个费用。不管这个解释真实与否，这都不符合我们原则。如果仅仅只是因为他们积极推动价格联盟就要多交钱，那么对他们6个来说不公平。我们做的是一个公平和公正的平台，如果一开始就倾斜，不知道未来会去哪里。单单由6家出钱也是不行的。虽然邹博文跟我反复强调这是自我牺牲精神，不公平情况下的牺牲会让整个事情走偏。1家1000对谁来说都不是可有可无的钱，而且如果出力还出钱，那么其他人会习以为常。整个价格联盟一开始就偏了，价格联盟不是少数人的联盟，也不是某一些人的事情，一开始就设定了大家都有份。既然都有份，都想要享受那个权利，就必然要付出自己的义务。权利和义务从来都是对等，享受了权利就应该有义务，没有义务的权利会让整个价格联盟走向毁灭。安顺市因为会场费，
所以要钱，以前没有想过这类问题，因为贵阳这边还没有租用过会场，所以还没有产生这方面的费用。前2天问了一下毕节，邹雄波和我说他们毕节会场费1000元，是自己一个人出的。确实有不少人因为这个事情奔波，自己出力又出钱，默默奉献自己的时间、精力和钱。我一直在想这件事，像邹总这样全资垫款确实很让人佩服，但是一个协会以后会一直有，不可能总是邹总一个人全部垫资吧，那样太为难他们了。我们推进价格联盟已经有4个月了，钱这个问题是一个必须要解决的问题，不能一直如此，单靠一些人垫资。为了避嫌，我确实设定了会费都不收，因为以前看到太多收了10几万还是什么都做不成，这也是为了打消大家的疑虑，能够让更多人加入我们。但是我们确实有不少地方还是需要用到钱，出于公平和平等原则，既然大家都想完成这个价格联盟，享受在这个协会里面的权利，那么每个人都应该就每一项必要开支出钱。所以经过毕节和安顺这段时间推的经验，我总结以下几点，声明如下：一、协会在确立了一个必要项之后，必须出钱部分，可以向整个协会会员收取必要项的开支，由整个协会会员来支付平摊开支。譬如如果会场费1000元，预计50个人来，可以要求每个到场的人交20元会场费，不足的部分可以想办法补充，收到足够的会场费就停止收取。如果有多余的结余，可以用在下一项的项目中。出钱是你的义务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只享受权利而不需要有义务的。2、这就是本身收费，谁参与谁交费。譬如如果有必要聚餐，只有参与聚餐的人需要交钱，平摊聚餐费，至于没有参与聚餐的人不需要缴纳任何费用。3、不管选举和议事都必须在规定程序下进行，否则选举和议事结果无效。没有程序也就没有公平，没有游戏规则，玩任何游戏都是耍流氓。所以我们要先有规则，才能愉快地玩游戏。4、为了方便管理，可以增设代表制的理事会，这样来平衡大家时间不足和精力不够。这个代表理事制度我将会在下一篇文章中详细论述。我们处在一个不断试错、不断改进的过程，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，就是推动价格联盟。中间遇到的问题不是放弃的理由，而是我们要解决的东西。现在已经有96位发起人了，完成了第1个小目标。如果你也有意向，可以选择加入我们。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，这个事情对所有的从业者都是好处多多，希望大家不要吝啬支持。我的微信with198966，我的邮箱2903298180@qq.com， 欢迎加入我们，支持图文广告行业价格联盟，点赞、关注、